大家好，我是爱的人，不是一个车兵，只是 BOB 来。为什么要躲在这边呢？欢迎回到我的乱乱拍新车介绍系列了。今天我来到三摩多的阿拉达曼萨拉 BYD 这边，让我们媒体先抢先看一下 BYD 即将发布的电动的 C segment Sedan。众所知的 BYD Seal 呢都是 D segment 大型房车嘛，那么今天呢就来了比个 Seal 再小量一点点的，叫做 Seal 6。车身轴距呢2820mm，它是接近了，已经差不多已经到 D segment 的这个等级了。如果你拿来比起 Proton S70啊，你拿来比起这个 Peugeot 的408 GT 啊，其实它的轴距还要比它们更长，表示是什么呢？它的腿部空间肯定是比它们更大的。如果你们想看这辆车的试驾做0到100测试呢，你们不妨可以期待我下一集的影片。这一集的影片呢，我们先来 walk around 看一下这一台全新的 BYD Seal 6。Alright guys， 这个就是 BYD 全新的 Seal 6 EV 首次亮相在马来西亚，它会在9月26号的时候呢正式公开给我们所有的人看这台车，地点就在万五大马的 Shopping Mall。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车，然后呢我就会试驾这台车。它总共推出2个等级啦，一个是 Dynamic， 一个是 Premium。那基本上外观来说呢，你很难分它到底是 Dynamic 还是 Premium 的。这一台 C segment 呢，我可以说是第一次电动的 C segment 里面很少有后驱的，可以说这次是 BYD第一次把电动的 C segment 带入了后驱版，所以这辆车呢，不管是 Dynamic 还是 Premium， 它都不会给到四驱的。外观来说，你很难分配它到底是 Premium 还是 Dynamic。你要怎么分它是 Premium 的高配的呢？简单来说，你只能看它有没有天窗哦。同样都是用了18寸的龙圈，225/50R18寸，前面有单活塞刹车卡钳，后有单活塞刹车卡钳。前后的轮胎尺寸一样哈，这是用 Westlake 的 SU318A 的 HD 轮胎，总共有3个颜色可选择 ：Arctic White、Misty Blue 还有 Harbor Grey。这台车的圆润设计让这辆车的风阻变小啊，它只有0.26 CD 的一个风阻，所以可以让这辆车的耗电量降低，高速的时候更加的稳定。如果以车头的设计来说它有一点类似像刚刚推出的阿多杜啦，可是呢它的样子会更加为精致，尤其是如果你看到前面这颗饰板这个 BYD logo 旁边呢，它有做一些路纹处理啊 ，LED 的日行灯还有 LED 的头灯，夜灯的时候呢，这个也是贯穿式的啊。这里还有真的一个进气口，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了。车头呢见仁见智如果你比起 BYD Seal， 我会更喜欢 Seal， 可是这个 Seal 6呢看起来也是不差，干干净净的以这个车的设计来说呢，你可以看到它感觉上这里好像加了一些 side skirt 的，其实不是，它其实是一体式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做了一些切割，所以你看起来好像车子加了 body kit 还有车的一些线条这边有2条线的感觉，让这辆车看起来更加的肌肉型。为了让这个车的屁股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呢，这里做了一些像酒窝型的设计当你买到Mercedes AMG 的系列你可以看到它的 bumper 后面也是做了这样子的，可是这个是假的没有封出来的。我很喜欢这台车的屁股有点像古贝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它的车尾灯呢也设计的非常的精致，这个灯呢看起来更加的 3D 全 LED 的，也有贯穿式的尾灯。打开尾门就在 BYD 的 logo 上面，这里有一个按钮，按一下，没有电动尾门各位，它是 spring 来的所以你关起来的时候呢，你还是要用手这样子拉的。后备箱这里有525L的尾部空间，因为这辆车是电动车嘛，所以车头带打开了之后呢，还有65L的这个空间，这里就没有备胎了这里就有一些胎压补贴剂会给你的。悬挂设置呢，前面是一个 MacPherson 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 Multi-Link。如果我再深入说呢，这次的 MacPherson 麦花臣呢，它是一个 Dual Ball Joint 的它就像 BMW 那种设计所以让它的操控更加的提升。那至于后面的 Multi-Link 呢，它其实是一个 5-Link， 所以比普通的 Multi-Link它更加的复杂，然后也是让这辆车的操控性提升，舒适感也提升了。原厂也强调了，这次的避震器也经过调整了不像中国版太软，把它调硬了，应付马来西亚的市场。后面的高度大概1个拳头左右。前面大概3根手指，它支持 DC 快充100 kW， 从30到80% 呢只需要23分钟左右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快呢？简单来说，电池变小了一点点，那它就可以充电更加的快了。除了风阻之外，这辆车的重量比呢前48后52，所以驾起来感觉的话应该都不吃力，操控更加的好。前轮它特地往前面移一点点，好让这辆车 U turn 的时候更加的方便。它只有5.55的 meters， 所以如果我们驾大车可能 D segment、E segment 的车有时候 U turn 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。
问题，反而这辆车 OK。至于 Dynamic 的低配啊，0到100为10.9秒而已，马力大概为127匹马力，220个牛顿米，然后它的最高极限160 km把握。在我后面这一台的 Premium 啊，215匹，300个牛顿米，0到100只需7.5秒，极限也升级到180 km per hour， 电动马达转速16000多，我觉得还可以做一点 remap 解锁，180 km per hour 好像不够哎。首先打开门之后啊，你可以看到哇，这辆车有气氛灯。这个气氛灯啊，它用了很细腻的一个条路，所以它是隐藏在里面的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些真的缝线、真的皮革，可以动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皮革包覆。现代的车很少可以看到哇，为了这个乘客啊的腰部做了一些凹凸的地方，背部这边更加的舒服。而且我感觉到 BYD Sea Lion 或者是 Sea Lion 6呢，椅背哦，它不会太直，它比较靠后面一点点。虽然它没有在做调整来做这个倾斜角度啦，可是感觉到还是挺舒适的。腿部空间还有大概1个拳头，头部空间大概也1个拳头。只要是 C segment， 我把 Civic 加进来好不好？虽然 Civic 不是电车，后部空间肯定比 Civic 来的更舒服，因为第一个它的倾斜角度没有这么直，而且椅背这边做了一些凹凸的处理啊，让你的腰部的支撑更加的好。然后它的发泡棉真的是软，屁股又软，腰部又有支撑，哇！我坐在这边我可以睡觉耶。后座的舒适性有冷气出风口 ，USB 插槽还有一个 Type C 接口，因为它是电车嘛，所以中间这边都是平的，完全平的，很舒适。我的脚怎么放都可以。这里有中央扶手，而且是卡在中间，这边是空的，一眼望下去，内饰其实的质感都很好。这次的门把呢，它是很普通这样子开关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实用，不用等什么解锁不解锁啊，藏在里面。隐藏式有隐藏式的好看，可是我觉得这一个更加的实用，无钥匙进入的功能。如果今天你没有带钥匙出来的话，它可以用 BYD 的 app， 还有你的手机直接支持 NFC， 这里 touch 一下就可以解锁这台车。只要把你的手机放在这边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那我很喜欢第一点就是它的椅垫也是够长，有8项的电动座椅调节。虽然这台车它不是什么所谓的 semi bucket seat 啦，可是它还是有做这些腰部的支撑，但是还是很软。其实如果你有机会，你去试驾一下 Sea Lion 或者是 Seal 6， 你去坐一下的椅子，它的包覆性很好，而且它发泡棉给的很足，软软的。我觉得要给 BYD 一个赞，因为如果你坐过 Tesla 还是其他品牌哦，它的椅垫都是比较稍微硬的，不是要拍马屁啊。因为这台车是 Premium 的，所以它有一个全景天窗，可以把所有的遮阳帘打开，可以再把这个天窗打开来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呀，灯呢都是 Touch 的。触控式的，还有一个最重要，很多厂商忘记的哈，眼镜收纳盒。那顶部都是全黑的，然后呀还有一个灯。无边框的望后镜哈，那这台车因为它是 Premium 嘛，所以呢0到100加速只需要7.5秒，虽然不是很快，但是还有215匹马力，300个牛顿米的扭力，其实足够驾吗？肯定是足够的。我不需要0到100什么3.8秒，我最重要就是它的续航能力，这个就是电车最重要的目的。虽然 BYD Seal 一个 D segment 啊，它的挡挂在这边有水晶是很漂亮的，没有错。这个 Seal 6呢，它就把它变成了怀挡，还是很方便的。所以当你在停车的时候啊，用这个是最棒的了哈。然后它 Signal 是在左边。Yes， 声音很好听。这个仪表就大家很熟悉的 BYD 的仪表，可以看这样子双颜色仪表。左边这边就是有一些 ADAS 系统，这样子有 ACC 自动跟车、Lane Keep Assist 啊、360的 camera 啊。这次就没有看到那个荧幕可以旋转啊，这次还有 Apple CarPlay、Android Auto， 无线的或者有线的都可以。我唯一想要讲的就是，可能这个荧幕跟这个仪表呢的解析度不是说很漂亮。冷气出风口呢就特意往到了下面这边。坏处就是当我在开车的时候，可能会吹到我的手比较冷一点。你的手机如果放在这边无线充电啊，它还可以吹到一点冷风，让你的手机没有这么热。音量控制可以 on off 这个舱级，电能回收，你可以调整 standard or high、start stop 啦，然后 auto hold 功能啊，双向灯啊，还有驾驶模式。这个驾驶模式呢就分成Eco、Normal、Sport， 还有 Snowfield。这边还有一个中央扶手，很大，这方向盘还是 D 型的，下面是平的啦，有一点大啦，可是这个设计挺好看的。虽然它不是说太运动化，有很多电车呢已经渐渐忘记了做这个了，因为全部把它搬到来主机那边去。可是最实用还是这种锁门啊、门锁啦，然后这个可以打开后尾箱啊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个影片呢就是
简单带大家去看一下 walk around review。对于这一台的 BYD Seal 6，这是我第一印象呢。再次说，如果你们想看我试驾这一台 BYD Seal 6的影片呢，记得留守我的频道，下一个影片带你们去试驾这一台 BYD Seal 6。好了，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个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 ，Goodbye。